好，说来就来，我是芊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就要聊聊关于觉醒者的世界。我在做这个以来啊，我听过最多的提问就是灵性觉醒是怎么样的？我要怎么觉醒呢？为什么我无法感受到自己的变化？说真的，每次他们提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给他们一个非常贴切的答案，因为要描述一个觉醒的过程呢，并不是想象中这么的容易。对于还没经历过的人呢，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很难理解我们词汇背后所表达的意思。你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无论我们怎么解释呢，他们就是跳不出三维思维的方式。他们会无意识的用三维的视角来尝试去解读觉醒这件事情。他们让我想起自己以前的样子，也是看了很多的影片啊，还是听不懂，但是就是特别的想听。因为在我们过往的学习方式呢，只要我们就是能够努力去读书啊，或去多找一些资料啊，我们就能够去掌握这个知识。但是灵性呢，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一旦我们的意识状态呢还没开阔的话，我们就很难对这些信息产生觉悟，感觉就好像无形中的人的潜意识就被封锁了一样。无论他们怎么尝试去理解呢，他们就是无法跳出那个框里。但很奇妙的是呢，一旦我们的潜意识被激活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呢就好像通了一样，自然而然会领悟很多的事情。过去所尝试理解的事情呢，就在那一瞬间，我们发现到自己好像终于明白这些词汇背后的意义。它不再是一段安慰人心的心灵鸡汤，而是真正直击我们内在的真理。比如一句保持乐观这样短短的一句话，有些人会认为这只是一种安慰人心的善意的谎言，但是这段话只要你能够做到，它就有着改变你命运的力量。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觉悟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虚幻的？生存就是生命的意义吗？既然死亡是每个人的解决，为什么人却害怕死亡呢？这就是我们此生想要去探索的答案。这股源于内在的智慧，终使觉醒者对世界的体悟有了更深层的连接。电视上无意间重播着以前看过的电影，吃着眼前的早餐，坐在公园里观赏着眼前的情景。醒来的早晨，看似再平凡不过的日常，内在所感受的一切再也不同。我们才发现，原来电影里的故事早就启示着生命的智慧。眼前的早餐都是源于丰盛的流动，看见花草树木都是和我们没有区别的生命，以及醒来的时候感受到自己被赐予成为人类活着的存在。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真正的自己只是在透过这个地球中所成为的样子来体验这一世。在机缘的安排下，我们不经意间触碰了灵魂的心线，这细微的触碰唤醒我们往内在探索的渴望。它是如此的熟悉神秘，像内在藏了一座宝藏，让我们一步一步想要靠近。当这座宝藏被打开的瞬间，我们发现了它的存在。这个过程就像恢复记忆般，很多过去我们无法领悟的东西，在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懂了。在投入这场内在探索的过程中，被不小心落下来的石头打断了我们的注意力。这时候我们抬起头，才发现不知不觉自己已经陷得越来越深。这个石头象征着我们的心智，当下我们才反应过来心智的存在。我们虽然对它感到特别的熟悉，但是却无法像过往一样看待它。在打开那座宝藏之前，我们总是认为心智就是自己，他的思想展现着自己的人格、观念以及信仰。当我们感受到内在深处的平静的时候，我们察觉到这个一直指引我们的心智显得具有攻击性。你发现他会骂你不比别人好，会害怕你去面对自己，告诉你一旦你放下眼前的关系，你就输了。不拥有其他人都拥有的，象征着人生的失败。在过去，我们不会去质疑这股声音，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只能够听见这唯一的声音来源。现在却不一样了，我们同时也感受到来自内在另一股细小的声音，我们灵魂的声音。
这个声音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展现，比如我们的直觉，闭眼时出现的画面，也有人可以听见他内在发出的声音。这时候觉醒者困扰了，到底哪个声音才是真正的自己？但这个困扰往往不会影响觉醒者太久，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停止往内在探索的渴望，他们甚至迫切那股神秘的声音赶快为他们展示他们未知的一切。他们的直觉在告诉自己，它可以让自己找出自己的真相，宇宙的真相。那股声音在指引着他们展现他们的勇气、爱、喜悦以及他们存在的意义。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它都只是告诉你去感受你的喜悦，去活出自己的喜悦。因为在他的世界，没有成功、失败，没有正确或错误，他不在乎结果，只有纯粹的体验。在他的眼里，自己才是基于生命意义的角色，自己就是这部人生剧场的导演，他是自己人生的创造者。但心智就不一样了，他会告诉你，活出自己的喜悦会换来悲惨的结局。他告诉你，人生是没有选择的，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要学会去服从环境所安排的一切。灵魂的声音对心智来说是完全无法合理的，因为这对我们过往的生命认知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人生习惯讲究稳定、安全，只要不符合这点，我们就会感到害怕、质疑。心智必须居先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环境下，它才能够安心。因此，这也是觉醒者所面临的挑战。他们能否去看清心智的恐惧，全然的爱于内在的喜悦，活出这一生？我们能否看见自己活在恐惧中，并且把自己从黑暗中拉出来？灵魂愿意做一件事情，是因为他喜欢，他为此感到快乐。他想要，当然是因为觉得好玩，可以体验物质的世界。如果我们人生的出发点都是源于恐惧，那么我们就无法享受自己身为人类的喜悦。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体验生命，而不是来承受苦难。一旦我们服从于心智的声音，我们就无法全然的接纳生命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会把生命诠释为好和坏的一面。我们只能够局限在自己心智里认为好的一面，而阻挡了生命为我们展现更全面的体验。每当我提到关于勇敢去创造自己的人生，寻找自己的热情的时候，有些人呢会误解为我不要他们当上班族，而是全然的投入灵性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方式。不是的，每份工作呢都在为这个世界付出很重要的贡献。没有上班族呢，公司就无法顺利的运作，无法为社会传递美好的服务或便利。没有清洁工人呢，我们的环境就无法维持舒适干净。没有农夫呢，我们就无法享用米饭蔬果。我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呢，是无论哪份工作呢，都没有所谓哪个比较差劲或哪个比较优秀。没有人们的付出呢，这个世界是绝对无法完美的运作的。但是人们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如此棒的事情？许多的人对工作的观点有着很大的扭曲，认为工作呢只是用来赚钱的工具，或者是一个隧道来满足自己的利益，把意识都专注在金钱上，而无法感受到自己正在为生命创造意义。其实工作的重点不是在于你在做什么职业，而是你选择这份职业的出发点。你是因为源于恐惧而选择这份工作呢，还是喜悦而选择这份工作？你是因为害怕没钱呢，还是因为你本身就很喜欢融入群体合作的感觉，才选择你所做的事情？当我们源于恐惧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无论你怎么做也好，你都会和你的工作产生负面的情感，你无法透过它来感受自己所是。你会感觉自己没有生活，每天朝九晚五，必须将就工作的条条框框，压抑自己配合环境塑造的样子，无法透过人生来感受自己存在的意义。生命一天一天在流失，那个真正的自己去哪了？我们到底有没有临在于生命中的每分每秒，体验着我们所做的事情，为自己的存在欢呼呢？这就是觉醒者开始意识到的问题。当他们连接灵魂的瞬间，他们透过灵魂的眼睛看见了世界。他们看见事业、名誉、学历、身份、
性别，都只是一个角色，并不是他们所是。看着自己的手掌，感受自己的腿，意识到人类只是个载体，这个世界只是自己暂时来的地方。仅仅这一瞬间足以让他们去放下对金钱、物质、世俗的执念，但通常很快的心智会回来切断了这段连接，继续灌输自己种种的恐惧不安。不过这次的感觉不再一样了，这些心智已经无法控制他们，因为他们无法忘掉那短短从角色中抽离出来的瞬间，他们的意识也就如此被唤醒，开始知晓真正的自己只是个灵魂。这也是他们开始往精神世界探索的开始。那些过去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在那当下，他们却深刻领悟到了所有一切都是死亡带不走的，因为世间从不属于自己。身外之物犹如一场梦，既然是一场梦，又何须太认真？他们不再沦陷于自己的人格中，而是以更高的视角看待眼前的一切。他们看见社会提倡成功、财富、名利的重要，入戏太深的人类活在害怕自己一无所有的恐惧中。人类的意识发展已经偏离自己的神性，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为何存在，眼里只有对生命的恐惧和痛苦，导致他们无法活出灵魂渴望的样子。这些黑暗的力量已经蒙蔽了他们听见内在声音的能力，也阻碍了他们与万事万物连接的本能。活在独角戏中，也感受不到自己一直被生命支持着。这个无法与万事万物连接的能力，让他们看不见生命的希望，也因此无法跨出渴望的那一步。所以灵性觉醒的意义何在？目的是什么？就是回归于对生命的喜悦，再次身活出自己。这是人类真正该做的事情。我们是否能够放下内在的恐惧，敞开自己的心去面对这一世？在无恐惧的世界里，奇迹就会出现，因为你是被生命支持的存在。很多人会认为觉醒者能够这么勇敢，是因为他们内在的恐惧已经消失了。其实不是的，实际上他们的恐惧还在，但是他们会在恐惧中选择勇气。当恐惧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去看清它，而不是沦陷在其中无法自拔？只有我们才能够把自己从恐惧中拉出来。要服从于恐惧，还是臣服于我们的勇气，选择就在我们的手中。你能否看见自己活在喜悦中，还是恐惧中？扔掉恐惧的你，又是谁呢？把意识放在自己的心上，去感受内在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那个细微又坚定的感觉，就是来自灵魂的声音。喜欢的话就订阅、分享、点赞，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